这不可思议！这上头如此水平，我没看错。蜀红一出，千红枯，6宫粉黛无颜色。可惜，自季归南获罪身死，蜀红也自此绝迹。多年来，我赵家儿孙们立志重现蜀红的风采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无孙赵修元也是赵家的未来家主。终于研制出了这能让千红枯竭的蜀红。这赵二郎不是织锦的吗？怎么还学会染丝了？难道他跟那个金星兵他们俩都……各位也都是锦业的老人了，也都见识过当年蜀红之绝伦。今日就请大家瞧瞧，晚辈所染的是不是真正的蜀红？不是早就失传了吗？哪像？这些年，人人都说染出来了，可结果呀，都不是。传记师兄妹速来赏赐！哎，赶紧，把今天赚的钱数数，我们跟于家46分成。行，46分成。哎呦，今天可真没少赚。不好了，赵修元染出了蜀红丝。杨警官，今日请你来，就是要你当众断一断，这蜀红丝是真是假？尤将军，这蜀红丝真假肉眼难断，但下官记得，当年蜀红丝过碱水而不褪色，是真是假，一验便知。上碱水。请各位勘察。恭贺赵二郎重现蜀红丝。尤将军，赵二郎君既染出了蜀红丝，又是未来家主，可喜可贺，前途无量啊！杨警官，这蜀红丝，诸位，可还有人有异议啊？我有异议。季娘子来的正好，看看与你阿耶的蜀红丝有何区别呀？件事的，即便你再机敏，也无疑是匹夫寒暑。三思啊！这丝颜色不对，真正的蜀红丝经碱水，颜色分毫不褪，可这丝却暗淡了。
诸位可以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若是以前的红有10分，那如今便只有7分。大家可都看出区别来了吧？延续，你辛苦染出的蜀红丝，现在季娘子在当众质疑你，你不说句话，众所周知，蜀红丝是季伯父所独创，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染。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仅有风姿，人亦当有风骨。今日我便不信，在场只有我季莺莺一人能看出这丝褪色。在座的诸位都是以景为生之人，辨色能力远超常人。今日是非黑白，均在诸位一身。我恳求诸位仔细辨别手中红丝，看看是否真的丝毫不差。诸位，此事关乎蜀锦技艺，倘若这千秋蜀锦仅凭一家之言，怕是也走不到今天。还请诸位三思，恳请诸位直言呐！刘将军，晚辈眼拙，着实瞧不清这褪没褪色。不过我曾亲自摸过季家染制的蜀红丝，这手感确实是不一样。杨家二郎，你这手感同季娘子那眼力一样，俱属一家之言。想清楚再回答。哎，季娘子。你就是想当众问个明白是吧？好，本将军帮你问。杨夫人，这可是蜀红丝啊！民妇只懂生意，不懂织锦，
所以也看不出这寺有什么区别。孙掌柜，你说是蜀红寺吗？自然，自然。王掌柜说，千真万确，这确实就是蜀红寺。大家觉得呢？确实是蜀红寺。指鹿为马，颠倒黑白。英英，你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权势。金娘子，既然大家都觉得是，你又何必自欺？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。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刘将军，勘验无误，这确实是蜀红寺。哦，那警官府门口那块蜀红牌呢？自该换成赵二郎君的名字。很好。英英，假蜀红，真是你染出来的？现在是了。你明明知道我最在意什么，却亲手毁了它。赵修远，但愿我从未认识过你。英英，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大婚之日，这些话还是留给你的心腹吧。我又何尝不知，假蜀红是刺向你的一把刀。可是这把刀，我不拿，也会有别人来拿。英英，先别看了，赶紧把面吃了，其他的事明日再说啊。阿娘，那是蜀红寺，那是阿耶的蜀红寺。那可是牛副都督，是一个州府的副都督。副都督就可以颠倒黑白，一手遮天吗？季英英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以后不许再提蜀红寺，你怎么就记不住呢？
把面吃了，早点休息。婷儿，把他看好了，绝对不能让他出事。知道了。夫君，希望你不要怪我。我只希望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就好。阿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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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我没能护住你的蜀红丝。莹莹，别怕，莹莹。不要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爷，对不起。阿爷，对不起。你阿爷的事，什么时候想查呢？随时来找我。
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。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会咬死老虎的。来日好友，来日好友。谁扔我？老娘救命！这人是药口。哎，你这孩子又胡说八道。他身上的衣服是膀光锦，寸锦寸金。你既说是我阿耶，那就快给人赔钱吧。赔吧。是总壮，我先替他向小郎君赔罪。您这衣裳我们实在是赔不起，家里为了给他阿娘看病，把钱都花光了，还请小郎君您大人大量，就宽宥我们了。这穷苦人家不容易，就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那你把他赔给我吧。哎，快跟阿姨回家。你的女儿，你知道她多大？身上哪里受过伤？喜欢什么吃不得什么？要不要咱们去衙门一一对质啊？哎，小郎君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三郎君，家主只是一时气急，下手重了些，罚得狠了些。送信的人只是说官兵围住了你家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怎么又是你？是你，我家里出了急事儿，求你了，送我一程。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，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。即使来日好友，便再送你一程。阿爷，兔子是不可能一口咬死老虎的，但只要它不被发现，它就可以一直咬下去。总有一天，它会咬死老虎的。你什么时候认出我的14郎在浣花溪边纵马的第2天，你我第2次见面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染了家属红，在染房给我看的便是，对不对？你也早就猜到我阿叶的死与牛家有关，是不是？不告诉我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个狗官！学会了，这招我还没用过，对我不好使。我做的事很危险。你也要劝我不要匹夫撼树吗？我是想告诉匹夫，撼树的时候，倘若要摔下来，要往哪边摔，会有人接着。你知道我会来，你在等我？也不完全是。你到底在山上发现了什么？有人往山里运丝，你说他们这是要做什么？那日我让你看的碎布料，便是从那些人身上割下来的。我已经让人根据你的指点，去山里找位置了。一旦发现，如何？道之所在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。梁金兰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吧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们合作。合作？你想查什么，我都能帮你。但是我需要知道，我们若是合作，你背后之人能不能护住季家？你
你怎么知道背后有人？我就不能是单枪匹马来的？光靠你自己能考上警官？但凭我自己，风霜刀剑，庇护季娘子平安。我的平安由我自己来护。我要染出真正的曙红丝，你能帮我吗？阿耶死后，我便无法见血，恐惧流动的红色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染不出曙红丝的原因。当年你与我一起看见我阿耶之死，杨金兰，帮我一起面对他。一会儿不管我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停下来。好。手中红丝，这可是曙红丝啊！自家阿爷所创的丝，失传多年，却被他人所认，他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以理解。不要跟你无法抗衡的人为敌，这样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到此为止吧。季归南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，就地正法。我没有护住你的曙红丝。阿爷，永远不怕。这不光是血的颜色，它更是曙红丝的颜色呀！啊，拿着。
我一定会染出蜀红丝。这是前几日新出的蜀红。是二郎君。谁让你们换的？是夫人。夫人说将所有红丝换成蜀红丝，可要将丝换回？不必了。是。夫君倒真是从善如流。既然已经决定了，又何必优柔寡断？夫君放心，今年的锦囊一定是赵家。今夜后会喜黄，素饭江水好回儿媳，乌梅古色乃为蜀。对的呀。阿兄，还是不着忙。早知道小时候我就跟阿爷学仔细点儿。或许是时间与温度上有所差异。虽然这些年我未能染红，但是我从未放弃钻研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可能还是染料不对。难道是阿爷忘记告诉你了？有人能染出相近的蜀红，那说明大抵他们也是有蜀红秘方的。或许阿爷早就料到蜀红秘方会被泄露，但那会儿我还小，他并不是忘记告诉我。是不能告诉我。阿爷会对别人保留，但绝不会对我们保留。他从不撒谎，他一定是把完整的秘方告诉我们了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。红花净叶蒿灰喜黄，素泛江水。红花净叶蒿灰喜黄，素泛江水。蒿灰二喜，乌梅固色，乃为蜀红。记住啊，你刚才背的，他都听见了。日后你要是想不起来的时候，就记得问问他。记住了吗？解开它。厉害！愿为东南之低举弗洛伊，这是何意？这是前年去世的诗，永陵里冻霜海石榴，相传是因思念女儿而作。这首诗的意思是，我要化作石榴树上的东南枝，低垂枝叶，拂过你的绣花衣裙。这诗并不盛行，是阿爷特地教过我的，就在他送你这个荷包后不久。他把荷包留给我，诗交给你，只有我们一起才能明白他的意思。愿为东南枝，低举弗洛伊。
石榴？我小时候在染房见过石榴，我还偷偷尝过，那是阿爷从山上采回来的，但是它酸得要命，我都要扔了。阿爷说不能扔，有用的，那是醋石榴。阿爷没有骗我，他真的帮我想起来了。阿爷没有骗我，阿兄，我们想起来了。阿兄，阿爷没有骗我。阿兄，我一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蜀红丝是我们季家染出来的。好，